国会议员到访 T1 主场，会努力让韩国游戏产业在世界更加闪耀。一个送外卖的收购了 RNG， 知情人透露 RNG 被收购了，明年超有钱。韩国共同民主党仁川西区国会议员到访 T1 主场后发文，原文翻译如下：我到访了 T1 的主场。上周五，我访问了 T1 Home Ground。作为小组成员，参与了 T1 荣誉大会上以电子竞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崛起为题的讨论。作为一名老粉丝，在现场观看我一直支持的队伍的比赛的兴奋感悠远流长。场馆里15000个座位，座无虚席。我听着整场比赛的欢呼声和喝彩声，忘却了时间。T1 经过一番激战，在主场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恭喜他们！也向展现出色竞技水准的 Gen 选手们致以最诚挚的掌声。我和陌生人一起为荧幕中的操作而呐喊，屏息，跨越世代和语言，融为一体。我会在国会竭尽全力，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份情感，也让我们国家的游戏产业在世界舞台更加闪耀。也有网友表示，国会议员搞了一件多兰的衣服，多兰联系部队照顾前队友服兵役。Faker 说，手机里最有名的是多兰，多兰家里背景不会真有势力吧？大家都知道，今年的 RNG 可以说是一塌糊涂。由于第2赛段的成绩排名倒数，因此他们都没有办法参加第3赛段的比赛。不仅如此 ，RNG 的2队在 LDL 也已经停摆。在 RNG 的官网上可以看到，现在 RNG 只有2名选手，其他选手都离队了。可以说现在的 RNG 是特别艰难，不过他们的名声也并不怎么好，很多粉丝并不同情 RNG。由于这种状况，很多粉丝都认为可能明年 RNG 要退出 LPL 了。其实不然，在之前 RNG 就已经再多次自救，并且在此前就多次谈到被收购的问题，只不过后面都不了了之了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现在的情况只有2种，一种就是明年要退出 LPL， 另外一种就是要被收购。那么他们也只能2选1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还是选择了后者，因为有知情人就透露了这一则关键消息。这名知情人就表示，现在 RNG 已经被收购了，双方都已经签了合同，是被一个送外卖的给收购了。至于改不改名，现在还不得而知。明年 RNG 将超有钱，今年的 IG 就是明年 RNG 了。这名知情人说的信誓旦旦，看样子应该是真的。毕竟在此前 RNG 就已经多次被传出要收购，所以 RNG 就算是被完成了收购，也算是在意料之中，并没有什么意外。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被一个送外卖的给收购了。现在送外卖的无非也就3家，分别是京东、饿了么和美团。首先可以排除京东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队伍是 Judge， 那么剩下也只有饿了么和美团。饿了么在 LPL 其实是有赞助的，收购 RNG 的可能性并没有美团大，因此最终收购 RNG 的很有可能是美团。这一下真的是把商战都打到了 LPL。 不过粉丝最关心的问题应该还是 RNG 究竟会不会改名。站在品牌方的角度来说， RNG 的名气很大，虽然现在 RNG 的名气变得有点臭了，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知名度。如果改名的话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，名字要和企业强相关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就会改名字了。所以改不改名其实很难说。不过有一说一， RNG 被收购也算是一件好事，最起码还能继续在 LPL 打比赛，甚至还能把欠选手的钱给还了，这总比退出 LPL 要好一点。也许到了明年，在 LPL 的赛场上就直接可以看到京东大战美团，到时候这个热度和话题性就会直接拉满。至于成绩是好是坏不好说，但是这个流量绝对是无与伦比的。不过这一切还要以官方官宣为准，毕竟现在也只是知情人的爆料。
那么大家觉得明年的 RNG 会变成今年的 IG 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